沈曼是个孤儿，她有个孤儿院一起长大的男闺蜜。当沈曼在某一场重要宴席中，因为一个电话就直接离席，不顾我公司生存的时候，我便明白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提出离婚，后来公司也真的破产。当我改头换面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一眼便认出了我。那一天，那个曾经眼里心里只有别人的前妻彻底疯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徐然又发烧了。当沈曼接到徐然电话的时候，原本要跟我跳交谊舞的他顿时一怔。我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徐然就喜欢玩这一套，总是在我最需要沈曼的时候，以各种理由将她换走，以此来证明谁在沈曼的心中更重要。正义，你知道的。徐然身体一向不好，说着，他便松开我的手，准备离去。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皱着眉摇头，几乎带着求饶似的语气对他道：“别走，我现在很需要你。你也知道的，这些外国人就喜欢通过一个人的家庭是否圆满幸福来判断个人的能力和责任感、使命感。我的公司最近遇到了个大难题，技术问题。在荣耀项目里，国内的技术没办法满足项目的持续发展，必须和外国人合作。他们的技术在某些方面领先国内10年。当然，我并不是说国内的技术并不行，我们也有很多技术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只是在这个项目里，我的公司迫切地需要得到外国人支持。沈曼已经有些生气了。徐然他身子弱，他小时候出过事，免疫力差，你知道的。没有我他活不下去。可你知道吗？我现在也望着他用蛮力争夺我的束缚，头也不回地离开模样。我抵在喉咙的话，最终变成了自言自语。我现在也很需要你的陪伴啊。随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我的心也沉入谷底。整整5年的付出，比不上一个男闺蜜老套的发烧手段。我和沈曼是在孤儿院认识的。那天我资助了孤儿院很多钱，看着那一张张天真烂漫的孩童笑脸，我由衷地感到欣慰。这时候，一身雪白衣裳的沈曼出现了。她是孤儿院的新院长。你就是资助我们孤儿院的那位好心人是吗？她走到我面前，歪着头问。看到他那张一尘不染的脸，我恍惚间愣了神。这时候，一个男孩跑过来，从后面撞了下沈曼。他一个趔趄朝我扑过来，被我下意识接住。一瞬间，他的脸红了，我也忍不住脸颊发烫。沈曼不化妆，她的脸是纯天然。鲁迅曾说过，一个女孩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一来二去之后，我们便确立了恋爱关系。谈恋爱的时候，我发现了徐然这个人，他和沈曼的关系特别好，好到让我特别嫉妒，也因此经常和沈曼闹矛盾。沈曼告诉我关于自己和徐然的过去，两个人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只是特别好的男女闺蜜关系，感情绝对纯洁纯粹。我相信沈曼，但我不相信徐然。徐然每一次看沈曼的眼神里都充满了爱意，只是沈曼看不出来，或者说她不愿承认，反而很享受这种被多个男人喜欢的感觉吧。我们为此闹过分手，沈曼却主动提出跟我结婚。再后来，我们便结婚了，因为我觉得结婚之后，徐然便不会再对沈曼有非分之想。只是我没想到，或者说我早该想到的，一个人本性如何是装不出来的。婚后的沈曼经常和徐然在一起，我们也因此频繁争吵。我不止一次告诉过沈曼，感情是有耐久度的，消耗完了就没有了。她不信，沈曼自信地告诉我，就算有耐久度，她也有1万种办法修复耐久度。
然后便不了了之。直到这一次，我很需要沈曼在这场公司重要的宴会上跟我表演一出恩爱夫妻的戏码。我们理应是本色出演，沈曼也做得很不错，赢得了合作方的认可。只是随着徐然的电话，这脆弱又短暂的幸福泡沫被无情戳破。郑先生，你的妻子呢？宴会还没正式开始，我便听人说沈曼离开了。合作方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子，叫威廉。威廉皱着眉头问我，实际上从我和沈曼进入宴会大厅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我们，自然包括刚才沈曼头也不回离开的画面。我收敛心绪对威廉道，是的，我亲爱的威廉先生，我的妻子是孤儿院的院长，他接到电话，孤儿院出了一些事情。我的话被威廉打断，他露出审视的目光望着我。郑先生，你不要骗我了，刚刚我的助理都听到你们的对话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诚意、有责任心的合作方，一个连家庭都无法兼顾的男人，又怎么能做好这么重要的项目？不好意思，郑先生，合作到此为止，我该离开了。威廉先生，我想再说点什么，试图挽回，可威廉不给任何机会。果然，艺术来源于生活。我本以为国外电影里上演的那一幕幕不过就是吸引看客的噱头，没想到现实中也是如此。随着威廉的离开，荣耀项目的技术支持想法彻底泡汤。我并没有去找沈曼，因为我现在没有精力去跟他讨论一个女人婚后该不该和别的男人保持关系这种无聊的争论。荣耀项目属于科技项目，我已经凑齐了很多国内的技术人员支持，目前只缺外国人特有的技术，两者缺一不可。荣耀项目更关乎我的公司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前期我投入的资金太多了，一旦摆烂，血本无归，甚至还要赔偿一大笔违约金，会直接让公司破产。为了能让项目继续下去，我辗转于国内各个顶尖的科技展览会，这一忙便是半个月。期间，沈曼曾不止一次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到底在干什么。我如是说了，只是电话的另一头，我还听到了徐然不屑的声音：多大的人了，还玩小孩子的把戏呢？沈曼，你别被正义给骗了。我不相信一个外国公司能有这么大能量，没了外国人，他那么大的公司难道就要倒闭了？多日的奔忙，加上徐然的嘲讽，终于让我有些破防了。于是便隔着手机对了一句：那也比某些人整天只会用发烧这种低劣的手段获取女人的可怜要强吧。正义，别说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妻子沈曼说话了。刚刚徐然对我的时候，他沉默，如今我对徐然，他作为我的妻子，居然帮着一个外人说话。或许是我的沉默让沈曼察觉到自己说的话有问题，他又急忙补救了一句：老公，我的意思是不希望你们俩为我吵架，你先忙你的，我在家等你回来。嘟嘟嘟，电话很快便挂了。我望着黑暗的天空，心里在想，爱一个人真的有耐久度吗？老天爷，如果爱情有耐久度，让我看看数据可好？我想知道自己对沈曼的爱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还要这样多久才能摆脱折磨？或许是荣耀项目的四处碰壁，又或许是沈曼方才的电话让我有些破防。男人，男人不难怎么能叫男人呢？我强行收敛负面情绪，对着手机自拍录像，努力咧嘴，露出勉强的笑容。加油吧，我激励自己。可是当天晚上，我便收到陌生微信账号发来的照片。照片上的内容很简单，沈曼穿着吊带裙，正背对着照片拍摄者，在浴室换衣服。
陌生账号还配了段文字：正义，沈曼皮肤倒是越来越好了呀。不用说，也知道是谁发的，除了徐然那个难查表，还能有谁？好不容易有的倦意，在这一刻全部被气走。我疯了一样给沈曼打电话，5通电话打完，她都没有接之后，我便放弃了继续打的想法。同时，离婚的念头第一次在脑海中滋生。叮，陌生账号再次发来信息：别打电话了，沈曼今晚有点累，已经睡着了。她的手机我给调静音了哦。笑脸，最后他甚至还加了个表情包。这段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在我脑海里幻化成嘲讽的面容。我没有心思在研究工作上的事情，如果不解决沈曼和徐然的问题，我真的会疯。凌晨2点，我坐上从 A 城到 F 城的出租车，横跨500公里。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付了巨额车费，便立即下车去找沈曼。按照昨晚南查表给我发的消息内容来看，沈曼应该是在徐然家里。我顶着满是酸意的眼睛，疯狂敲击徐然家的大门，咚咚咚，咚咚咚咚，情绪即将爆发的边缘。我的敲门声很大，惹得一旁邻居都忍不住开门宣泄不满。今天好像是周末吧？一大早你 TM 是来抓奸的吗？这时，徐然打开了门。你，他眸底泛出意外之色，但不多。我推开他，冲进屋内大喊：沈曼，你给我出来！回过头，徐然直接坐在了地上，嘴里嘀咕着：哎呦喂，疼死我了！皱着眉头的沈曼从屋里出来，她看到了我，眼底的困意消散，唯有惊恐。老公，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城出差吗？我冷笑，要不是我突然回来，能知道你大半夜不回家，跟徐然住在一起，你不要乱说呀。我和沈曼是清白。哎呦喂！徐然一手扶着门，一手抵着腰，脸上的表情看上去难受极了。沈曼见状，一把推开我，连忙走过去将徐然搀扶起来。然，你没事吧？徐然摇头，没事，刚刚正义只是推了我一下而已。你快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啊，他要是误会了你就说不清了。沈曼却不顾徐然的劝告，搀扶着他坐在沙发上，嘴里还振振有词道：有什么好误会的？我沈曼身正不怕影子斜，没做过对不起正义的事情，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刚刚还很害怕的样子，现在突然又换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度，无非便是仗着我对他宽容罢了。因为我以前说过，只要他不犯原则性错误就行。如今他利用我的这句话，一直和徐然关系暧昧。走廊门口的邻居还没关门，可能他以为我是来抓奸的，就一直探个脑袋凑热闹。见屋内没了动静，邻居大叔忍不住对我说：兄弟，我看你这跟熊猫眼一样，该不会一晚上没睡吧？原来你才是这个美女的丈夫啊！我看他俩经常一起进进出出，一直以为他俩是夫妻呢。你这也不行啊，当个丈夫当成这逼样，要是我都直接离婚了。这刀补的真是直戳人心啊！那一瞬间，离婚的念头第2次在我脑海中蹦出。我有一种感觉，爱情的耐久度快要抵达极限了。徐然没说话，反倒是沈曼气得不轻，冲过去要和邻居大叔干起来。我看了眼徐然，他怂得跟缩头乌龟似的。邻居大叔可不惯着沈曼，见他冲过来要打自己，便要动手。我急忙冲过去阻止沈曼，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无处撒气的沈曼一巴掌便打在我的脸上，把我打懵了。都怪你，没事来徐然家干嘛？这种事情要是邻居传出去，以后让徐然还怎么在这里住？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小区业主都有群，要是这家伙在群里造谣徐然出轨有妇之夫，他以后怎么办？我捂着左边因他的巴掌而滚烫的脸颊，不敢置信。作为一名妻子，去另一个男人家里过夜，不仅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觉得自己丈夫有错。这一刻，我仿佛感觉自己的心咔嚓一声裂开了。好的，我知道了，都是我的错。我头也不回地离开。沈曼双手抱胸，露出胜利的表情。只是她不知道，我说的都是我的错，并不是想说今早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是想说，我错在不该给他一次又一次机会，错在原谅他一次又一次。我要离婚了，我要跟沈曼离婚。这个女人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既然你喜欢和徐然在一起，那我便成全你。我顶着重若千钧的眼皮子回到公司，第一时间嘱咐秘书拟一份离婚手续后，便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因为没有国外的技术支持，荣耀项目岌岌可危，而公司也即将面临巨额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力回天，只能准备向政府申请破产。结果就是旗下所有资金都被冻结或者抽走，房子也即将被法拍。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一个拥有威廉一样技术支持的合作方，或者将这个烫手项目交给有能力的人来做。秘书李木木告诉我，郑总，其实咱们还有一次机会。闻言，我眼睛一亮，也顾不得一身的倦意，冲过去抓住他的手腕问，真的吗？还有什么机会？李木木脸色不自然，漂亮的脸蛋上柳眉微微一蹙，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抓住了他雪白的纤纤细手，当即立马上开手，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不好意思，我也是太着急了。李木木脸色红了红，说道，我打听到威廉先生是个关爱人士，我很疑惑，这跟补救荣耀项目有什么关系？我听说威廉先生下周要去蔚蓝孤儿院，郑夫人好像是蔚蓝孤儿院的院长吧？只要郑总你找郑夫人帮忙，到时候把误会解开，我相信威廉先生还是会给我们一次机会的。秘书李木木的建议非常中肯，虽然我已经有了跟沈曼离婚的打算，但是为了公司能继续下去，就必须找他帮忙。于是下班之后，我便主动去蔚蓝孤儿院找沈曼。见到他的时候，我再次被气得不轻。沈曼正在和那群孩子们打篮球，一旁的徐然像个跟屁虫一样，一直跟在他身后，给他端茶倒水，还贴心地拿纸巾擦拭他额头上的汗水，嘴里还嚷嚷着，你看你累坏了吧，休息会儿，让孩子们自己玩。沈曼摇了摇头，那不行，下周这群孩子要跟威廉先生带来的孩子们来一场篮球比赛，输赢倒也无所谓，要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难免会让威廉先生不满，到时候救助金给不到位，咱们孤儿院可就干不下去了。徐然不以为然道，这有什么？不行就找正义呀，他不是钱很多吗？让他资助孤儿院就是了。徐然，沈曼很生气，你难道不知道最近我在和正义吵架吗？言下之意就是他开不了这个口。徐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又连忙使出他难查表那一招，娘里娘气道，哎呀，瞧我这脑子，孩子们赶紧动起来，咱们一定要赢得这一次比赛。说着，他便加入了篮球战局。虽然他菜的连投篮姿势都不标准，但沈曼就吃这一套。老公，你怎么来了？沈曼注意到我，扬起笑脸过来问我，还生气呢？都说了我和徐然是清白的，只是这段时间我心情不好，你一直惹我，所以我就去他那儿借宿了几天。
我还注意到徐然注意力一直在沈曼身上。他见沈曼像个小女孩一般凑到我身边说话，眼中的嫉妒之色都快溢出来了。看到徐然吃瘪的样子，我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暗爽。你能查能表又如何？至少现在沈曼还是在意我多一些。原本想跟他离婚的坚定信念，在这一刻又出现动摇。难道我真的错了吗？沈曼跟徐然真的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我把来意告诉了沈曼。5分钟之后，听完我说话的沈曼眉头紧紧拧着，有那么夸张吗？我中途离席，威廉先生就不跟你合作？我点头。结果沈曼接下来的话把我气得不轻。你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幼稚？就算还生我和徐然的气，也不至于用这种劣质的谎言来蒙我吧？正义，你帮我当什么了？3岁小孩，你觉得我会相信威廉先生因为我提前离席就误会我们感情不和，从而撤销对你的技术支持吗？正义，我真的看错你了。原本我还以为你知道自己错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沈曼还生气了，他一把甩开我，企图拦住他的手，加入了篮球比赛的战局。或许是带气上场，他投篮的时候脚底不小心一滑，摔得不轻。徐然第一时间冲过去，将他一个公主抱。曼，你没事吧？我走过去，一把接过徐然怀里的沈曼，对徐然冷冷道：这种事情好像是我做才对吧？她是我女人。徐然抿了抿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在这种情况下，沈曼根本没注意到，她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然后强力挣脱开来。正义，我真的受够了，你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幼稚？请你离开，蔚蓝孤儿院以后不欢迎你。说着，他再次给了我一巴掌，这一巴掌也彻底打醒了我对他最后的感情。好，我走。唯一补救荣耀项目的机会再次因沈曼的不可理喻失败了。回到办公室，我把秘书李木木叫过来，让他准备材料。李木木愣了下，问我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我已经找到接手人，届时公司会转让出去，总比宣布破产要好。我把公司以500万转让给了当初的对手。很快，曾经的对手便和威廉搭上关系，让荣耀项目得以继续。原本能卖到2000万的公司，最后被我以500万的低价贱卖出去。其实我也是个要强的男人，所以我重新招揽李木木，拿出250万，又重新开了一家不入流的小公司。哪怕比不上原公司，但赚点生活费还是没有问题的。我拟定了一纸离婚书，打算把剩下1半钱送给沈曼，以后各过各的。这天下着大雨，我估计沈曼已经完成了和威廉先生的对接，现在正在孤儿院休息吧。当我怀着复杂心情准备推开孤儿院的办公室的时候，意外听见了沈曼和徐然的争吵声。我忍不住挑了挑眉，他俩关系那么好，居然也能吵起来。怀着好奇心，我凑到窗户边往里看，结果这一看，平静下来的心再次爆炸。2个人都是衣衫不整，徐然一脸歉意的模样，沈曼则是气急败坏。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本来正义就一直怀疑我们俩，现在好了，要是让正义知道我俩的事，以后我们还怎么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徐然连忙将他抱在怀里，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昨天威廉先生答应捐款，我太开心，就跟你多喝了几杯，谁知道我把你当成我的初恋情人了，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沈曼，你要相信我。沈曼一把将他推开，我说了，我们只是好朋友，希望你保守这次的秘密，也永远烂在肚子里。徐然有些崩溃，你不是讨厌正义吗？为什么还那么在意他？我是讨厌正义没错，
可我们是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只要我稍稍服软，他就一定会乖乖原谅我。不可能！徐然气得摔杯子。那我是什么？你跟我早就超越朋友关系，既然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沈曼一愣，你跟我从小长大，我们都是孤儿，我对你好，难道不是应该的吗？窗外的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沈曼一直把他当成弟弟一样的存在。可那又怎样呢？沈曼出轨已成事实，男人最懂男人，徐然什么心思，路人皆知。只有沈曼天真的以为徐然跟自己是纯洁的感情，他也为这份天真付出了贞洁的代价。徐然趁着酒意上头，跟意识不清的沈曼在一起了。我默默将存着250万的银行卡收回口袋，猛地推开办公室大门。好啊，沈曼，你不是说徐然跟你是纯洁男女关系吗？解释一下。我心中无尽冰冷，走到沙发前坐下，静静地等待两人的表演。沈曼脸色一变再变，估计她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种时候出现吧。老公，你听我解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到一半，她说不出来话了。以往的那句什么都没有，在这一刻却如何也说不出口，因为事实情况是，他和徐然的关系已经更进一步了。正义，原谅我好吗？这一次我真的错了。沈曼红了眼，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牵住我的手说，却被我一把甩开，反手将离婚协议书拍在桌子上，签了吧，别逼我报警，到时候大家都不好看，不是吗？我离婚意志已决，这种时候了，沈曼依旧要强。见我要离婚，他一气之下，直接便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正义，我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砰！不等他说完，我直接摔门而去。后悔，劝了这么多次，闹了这么多回，我已经疲倦了，也懒得跟他继续废话。离婚是唯一的选择，我没有亏待他，虽然贩卖公司的财产没给他，但价值小200万的房子我送给他了。对于沈曼，我也算是仁至义尽。新公司里，李木木是个非常尽职尽责的副总。之前当我秘书的时候，便隐隐展露出独当一面的气势。如今我把一半的业务交给他，他也能完美搞定。公司虽小，五脏俱全，大业务接不了。凭我在行业里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找点小业务还是没问题的。照这个趋势发展，虽然不能年薪几百万，但10几亿、20万还是有的。到年底一分红，我和李木木一人也就拿个10几万最多了。不过嘛，我基本不用干什么事儿，天天不是东边转转，就是西边逛逛，完全成了甩手掌柜。闲暇的日子一旦习惯了，就很难再回到过去，更是磨灭了我心中对赚钱的欲望。李木木曾说过，钱赚得再多不快乐又能如何？没钱人很多，有钱人也很多，人活一世，在解决税后收入之后，能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大概过了半年，我的小公司也正式走上正轨。我把所有权力都给了李木木，安心当我的甩手掌柜。刚准备走的时候，李木木叫住了我：“郑总，有人在办公室等你，他求了我很多天，搞得我很烦躁，要不你还是见见吧。”我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沈曼。”李木木点头：“不见，见他干嘛？影响我心情。”我绕过办公室，从后门离开公司。地下车库，我启动几10万的小轿车，在手机上搜索丽江的定位。我打算去丽江转一圈，听说那里是治疗情伤的圣地，也是逃离现实的乌托邦。咔嚓，车门被人从外面拉开，沈曼一屁股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到熟悉的旧人，我忍不住皱眉：“请你下车。”
沈曼却一把抱住我，柔软的位置挤压着我的手臂。正义，我真知道错了。沈曼，我们已经离婚了。之前是我误会你了，你把公司卖掉的消息，我也是才知道的。原来那天你没有骗我，你应该跟我说清楚的。我一定会说服威廉先生帮你说清楚。看着他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蛋，我忍不住笑了。难道我没说一句话，直接把他干沉默？实际情况如何？作为当事人的他最清楚不过。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浊气，淡淡道：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虽然公司破产了，不过我现在开的小公司也挺好。沈曼突然凑过来，想跟我接吻。我皱起眉，用力推开他。够了，你这样做不觉得掉价吗？沈曼，你不是一个要强高傲的女人吗？别让我失望。沈曼红了眼，对不起，当初都是我一意孤行，我早就应该和徐然拉开距离。我一直拿他当异性挚友，甚至是弟弟。我也没想到他对我存了那份心思。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一直爱着你，身体出轨只是意外，我的心一直属于你的。不好意思啊，我冷冷道。从你那天在威廉先生宴会上，因为徐然一个电话就抛下我的时候，注定了我们要分开，给彼此留下一个好印象。别让我对你最后的好感也丢了。沈曼，你不是一个会做掉价事情的女人，不是吗？我早就跟你说过，爱情就像游戏装备，它是有耐久度的，一旦消耗完了，那便再也没有了。我们早就该结束。沈曼最终还是下了车，我启动车子，怀着复杂的心情猛踩油门离开，望着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蹲在地上抱成一团无助模样的沈曼，我心如止水。一个荣耀项目让我认清一个女人并不亏，毕竟荣耀是一段日子的工作项目，可后者沈曼是关乎我幸福一辈子的事情啊。高速路上，李木木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却是徐然的声音。此刻他正拿着一把刀在公司闹事，还抓了李木木作为威胁。这家伙疯了吗？下一个高速口，我开进匝道，掉头回公司。到公司楼下的时候，满口停了好几辆警车。我意识到事情比我想象中还要大，连忙乘坐电梯上楼。电梯门一打开，我便看到李木木被徐然从后面控制住身体，一把寒光闪烁的水果刀正架在他雪白的脖颈上。正义，你终于来了呀！徐然看到我，露出疯狂的笑容。你有病吧？绑李木木干啥？我不理解，动机呢？难道是我也没惹他呀。再说，我不是和沈曼离婚了。徐然咧起嘴，像个变态一样将自己头埋进李木木脖颈里，一脸迷恋的模样。真香啊！正义，我真的好嫉妒你。沈曼喜欢你，就连李木木也对你有意思。为什么漂亮的女人都对你好感？我难道长得不如你？我皱起眉，你脑子被门夹了，这和李木木有什么关系？徐然哼笑一声，把手伸进李木木裤子口袋里，掏出他的手机丢给我。密码你生日，看看他给你的微信备注。我顿时愣住，密码我生日，输入密码，打开微信，上面对我的备注是我的郑先生，不过是平平常常的备注而已。至于你发疯吗？这时候沈曼也赶到现场，他看到李木木被徐然拿刀架着，脸色一变再变。徐然，你疯了，快把刀放下，现在放下反抗，警察还会对你从轻处理。徐然突然哈哈大笑，可笑着笑着，眼泪便下来了。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一个男人从狂笑变成哭笑。他说：沈曼，我那么爱你，甚至为了得到你，变成了男人都嫌弃的绿茶婊。
也为了得到你，故意借着酒精麻痹跟你在一起。我以为你是爱我的，可到头来呢，你跟正义离婚了，都不肯正脸看我一眼。既然对我没意思，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这下确定了，徐然就是个偏执的疯子。同样是孤儿，沈曼长大后还是个正常人，但徐然却有着既然相反的心理变化，倒也能说得通。毕竟他是个孤儿，一个人对他好，让他误以为这份好掺杂着爱情，倒也说得通。眼下不是纠结私人恩怨的时候，更不是我跟他纠结沈曼的时候。李木木现在的命握在他手里，这家伙随时有可能发疯，到时候伤着李木木可就不好了。我也知道，徐然虽然偏执，可他不是傻子，寻常的劝诫是没有用的。就比如现在，无论沈曼如何说，徐然都不肯松手，哪怕沈曼被逼急了，直接说可以跟他结婚，徐然也依旧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这不过就是沈曼的缓兵之举。我必须得给这家伙上一剂猛药才行。耳边不断地传来警方和沈曼对徐然的劝告，像什么别冲动，冲动是魔鬼，你还有大好年华，只要你松开刀，我们一定为你争取宽大处理，你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千万别做傻事等等一类的话不绝于耳。不出所料，不仅对徐然没用，反而让他的精神状态愈发癫狂啊！徐然快要疯了，失手弄伤了李木木。李木木满脸惊恐，被吓得说不出来话。谁要是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能保持冷静呢？你们都别说话，退后交给我来处理。旁边的人皱眉，交给你，你能行吗？他可是罪犯。沈曼道，我相信你。我忍不住脸一黑，你能闭嘴吗？原来我以为他是假蠢，如今看来是真蠢。徐然为什么要发疯绑人？还不是因为他。现在跟我说相信我，想让徐然直接崩溃杀人是吧？收敛心绪，我对徐然道，我过来换李木木，可以吗？你最讨厌的人是我，不是吗？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面色微变，李木木也是一愣。老板，你……沈曼拉住我，你疯了？为救一个秘书，把自己的命送上去？徐然却道，那你过来。利用沈曼拉我顺势回头示意警方一个眼神，随后挣脱开沈曼的手，朝着徐然走过去。果然，当我靠近徐然的时候，他放开了李木木。就在这个时候，早就在侧面准备好的民警一个跃步而起，将他扑倒在地。我顺势将李木木拉进怀里。后来，徐然被警方送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的精神确实存在问题。至于沈曼，我自然是拒绝了。再后来，不知是见色起意，还是日久生情，我和李木木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